为时30颂，600字装下整个意识。整部唯识学有多复杂？8识、种子、3能变、4分说、3自性、转识成智，光这些术语排出来就够写一本词典了。但你知道吗？这整套体系的终极源代码只有600个字，30首短记，600字出头。一个人用600个字写完了你全部意识的运作规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我们进入唯识学最核心的一部论著《唯识30颂》，这是世亲菩萨写的。如果你看过我们历史脉络系列里讲世亲那一期，你知道这个人有多厉害，号称1000部论师，一辈子写了超过1000部论著。但在这1000多部作品里，影响力最大的就是这薄薄的30颂。为什么？因为这30首偈颂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他把整个唯识学的核心架构，从最底层的阿赖耶识到最顶端的转识成智，全部压缩进了600个字里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唯识学的宪法。宪法不是法律的全部，但宪法是所有法律的根。后来所有的唯识学论著，不管是护法的、安慧的，还是玄奘法师的成唯识论，全都是在注释这30颂。就像一个国家不管出台多少部法律，最终都要回到宪法来校准。但世亲做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选择，他只写了偈颂的正文，没有写任何注释，600个字，然后停笔了，一个字的解释都不加。为什么？你想想，这可不是因为他懒。一个写了1000多部论著的人，不是因为懒得解释才不解释，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设计决策。他把完整的架构写出来了，但把理解的空间留给了后来人。这就好比一个顶级程序员只写了源代码，不写注释，不写文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真正能读懂源代码的人不需要注释，而需要注释的人看了注释反而可能被注释本身带偏。结果呢？世亲走后，印度佛学界最顶尖的10位学者分别给这30颂写了注解，这就是著名的10大论师。10个人读同一份源代码，给出了10种不同的解读，有些地方甚至是严重对立的。护法论师说，每一个认知瞬间有4层结构，就是我们之前讲的4分说。安慧论师说，不需要那么多，2层甚至1层就够了。种子到底是先天就有的，还是后天才形成的？各家也吵得不可开交。你看，这恰恰说明了一件事，世亲留下的不是一个封闭的答案，而是一个开放的框架。一套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，不是告诉你标准答案是什么，而是给你一个足够精密的坐标系，让你自己去定位。好，闲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就来读一读这份源代码。30颂全部拆完需要好几期，今天我挑其中最关键的几首偈颂来深读。先看第一颂，开宗明义，原文20个字，由假说我法，由种种相转，彼依识所变，此能变为3。就这20个字是整部唯识学的总纲，相当于宪法第1条。世亲说了什么？他说，我们平时说的我，说的法，也就是世间万事万物，全都只是假名安立。什么叫假名安立？就是贴标签。你管一团持续变化的因缘数据流叫做我，你管另一些因缘数据流叫做山、河、大地、其他人。但这些标签背后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在那里等着你去发现。然后他说，彼依识所变，你贴的那些标签，你感受到的那些种种相，全部是识变现出来的，不是外面有一个客观世界摆在那里被你看到了，而是你的识系统把种子渲染成了你以为的客观世界。最后5个字，此能变为3。能变现这一切的识只有3种变现方式，就是3能变。这里我想回应一下评论区里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，很多观众问，如果一切为识，那外面的世界到底存不存在？我碰到桌脚会疼，你告诉我桌子不存在。世亲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词，假说。他没有说我和法不存在，他说的是假说。你感受到的桌子，你碰到桌脚会疼，
这些体验当然在发生，但这些体验是实变现出来的，不是外面有一个独立于你意识之外的桌子在那里。这就跟我们之前讲预测编码的时候说的完全一致。你看到的桌子是你大脑渲染出来的受控幻觉，幻觉是真的在发生，疼也是真的在疼，但幻觉的内容不是外境的复印件，是你实系统的输出产品。接下来看第2到第4颂。世亲用极其浓缩的语言描述了第一能变，也就是阿赖耶识。他说，出阿赖耶识，亦熟一切种，不可知直受，触了常与触，作意受想思，相应为舍受，是无复无记，触等亦如是。这几颂的信息量巨大，每一个词都是定义级别的精准。我拆几个关键点。第一，亦熟一切种。亦熟的意思是不同时间成熟，你种下的因不是立刻就结果，要等因缘条件具足了才会成熟。一切种就是说阿赖耶识里储存着一切种子。这两个词合在一起，就是说阿赖耶识是一个巨型的种子仓库，里面的种子按照因果规律在不同时间点成熟。第二，不可知，这3个字特别重要。世亲明确告诉你，阿赖耶识的运作是不可知的，你用第6意识去想去分析是摸不到它的。就像你的操作系统在后台运行，你用前台的应用程序永远看不到操作系统本身在干什么，你只能看到它的输出结果，也就是你此刻的体验。这就是为什么打坐修行那么重要。第6意识是在前台运行的思考引擎，它永远只能看到阿赖耶识的产出物，看不到阿赖耶识本身。要想直接观察到种子层面的运作，你需要一种比思考更深的观察能力。禅定就是干这个用的，它不是让你什么都不想，它是让你的观察穿透第6意识的屏幕，直接看到后台在跑什么程序。第3，相应为舍受。阿赖耶识跟什么样的感受相应呢？只有舍受。舍受就是不苦不乐，不偏不倚。阿赖耶识本身不做判断，它不说这个种子好，那个种子坏，它只是如实的储存和变现。就像一块硬盘，存了什么就播什么，它不管内容是悲剧还是喜剧。第4，无复无记。无复是不被烦恼遮蔽，无记是不善不恶。这个定性非常重要。阿赖耶识本身是道德中性的，让你痛苦的种子和让你快乐的种子全都存在里面，但阿赖耶识不站队，它只是一个载体。你把这几条放在一起看，世亲用短短几十个字精确定义了阿赖耶识的核心属性：储存一切种子，在不同时间成熟，运作不可知，只对应中性感受，不被烦恼遮蔽，道德中性。每一条都不是废话，每一条都在排除一种常见的误解。我们之前唯识论全景那期用了大段大段的类比才把阿赖耶识讲清楚，但世亲用几十个字就把边界全部画死了。这就是源代码和用户手册的区别。用户手册要解释为什么，源代码只管定义是什么。接下来跳到第5颂，看第2能变莫那识。世亲说，次第2能变，是时名莫那，依彼转缘彼，思量为性相。依彼转缘彼，这6个字是莫那识最核心的运作描述。你仔细听，依彼转，莫那识依赖阿赖耶识而运转。缘彼，他又反过来把阿赖耶识当作自己的认知对象去直取。莫那识干的事儿就是从阿赖耶识里取数据，然后宣称这就是我。他从仓库里拿东西出来，然后给这些东西通通打上一个我的标签。依彼转缘彼，我因你而生，然后我抓住你不放。这个循环就是我执的底层代码。世亲接着描述了莫那识的4种根本烦恼：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。我痴，不知道这个我是假名安立的，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我。我见，把阿赖耶识的功能误认为一个固定的自我实体。我慢，有了这个我就自然产生比较和骄傲。我爱，有了这个我就自然产生对自我的贪恋和保护。你注意看，这4种烦恼
不是并列关系，是有逻辑顺序的。先是不知道我是假的，然后误认一个我，然后因为有我而骄傲，因为有我而贪恋。这四步就是人类一切自我中心行为的完整因果链。你跟别人争论一个问题，你以为你在追求真理，其实你在维护我见。你在社交媒体上精心经营人设，你以为你在展示自己，其实你在喂养我爱。你看不起那些你认为不如你的人，你以为你在客观评判，其实你在享受我慢。这四个字一旦看懂了，你会发现日常生活里 80% 的心理活动全在为这四种烦恼打工。下一个重点跳到第20颂之后，看三自性。世亲说，由比比辩计，辩计种种物，此辩计所执，自性无所有。第一句就是一记重锤。你的意识在到处分别，到处贴标签，到处说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。这个分别过程本身叫辩计，你分别出来的那些东西叫辩计所执。然后世亲说了一句话，自性无所有。你分别出来的那些东西，它们的自性是空的，标签背后没有一个标签所指向的独立实体。这一颂直接连接到我们2期前讲的解深密经。解深密经里佛陀说的三自性，在这里被世亲用更精炼的语言重新表达了。但世亲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，他紧接着提出了三无性。他说，即依此三性，立彼三无性，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。什么意思？三自性的另一面是三无性。辩计所执性对应相无性，因为你执着的那些相压根儿就没有独立的自性。依他起性对应生无性，因为一切因缘和合的现象都不是自己生出来的，它必须依赖其他条件才能存在。缘成实性对应圣意无性，因为即使是如实了知的状态，它本身也不是一个可以被抓住的实体。你看到了吗？世亲在这里做了一件极其高明的事，他把空性和唯识统一了。空中说一切法无自性，唯识中说三自性，看起来矛盾，对不对？世亲说不矛盾，因为三自性的另一面就是三无性。你用唯识的语言描述叫三自性，你用般若的语言描述叫三无性，说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。般若告诉你，你看到的那些不是真的，唯识告诉你，那些不是真的东西是怎么被你的意识制造出来的。一个负责猜，一个负责解释猜的机理，两条路最终走到同一个终点。最后我们来看30颂的收尾，也就是最后5颂。这5颂讲的是修行的5个阶位。第26颂说，乃至未起时，求助唯识性，于二取随眠，犹未能伏灭。你以为理解了唯识就够了吗？不够。只要你还在用第6意识去理解唯识，只要你还在心里说我要住在唯识性里面，你还没到。因为你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一种执取，你在用能取和索取的二元模式去追求一个超越二元的境界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。然后第27颂更狠，现前立少物，谓是唯识性，以有所得故，非实住唯识。如果你心里还有一个东西叫唯识，如果你还觉得我现在已经到达唯识的境界了，那恰恰说明你还没到。有所得就是还有执取，有执取就不是真正的唯识。然后终极一击，第28颂，若实于所缘，智都无所得，尔时住唯识，离二取相故。什么时候才是真正住在唯识性里呢？当你的智慧对一切所缘的对象都不再执取了，连唯识本身也不执取了，那个时候才叫真正住在唯识里。为什么？因为能取和索取这两种相都彻底离开了。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段话和金刚经的节奏完全一样？金刚经说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唯识30颂说，你说你住在唯识性里，那就不是真的住在唯识性里。什么时候真的住了？连这个住字也放下的时候。同一个逻辑，般若用否定的方式说，唯识用肯定再否定的方式说，
两种语法指向同一个终点，一切法门的尽头都是放下法门本身。世亲用30颂完成了什么？他用前面20几颂极其精密地搭建了整个意识的运作模型。八识怎么分工，种子怎么运转，三能变怎么协作，三自性怎么嵌套。然后在最后5颂里，他亲手拆掉了这个模型。他告诉你，这个模型不是让你抱着不放的，这个模型是让你用完就扔的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说的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唯识30颂自己就是这句话的实践，他先见后拆，先让你看见整个意识的精密结构，再让你看见本身也不能成为新的执着。600个字，从阿赖耶识到转识成智，从种子到觉悟，从最精密的建构到最彻底的解构。你可以花一辈子去研究每一颂里的每一个字，也可以用1秒钟领悟它的全部。你所体验的一切都是识的变现，而识的变现本身也不是一个可以被抓住的东西。你问我唯识30颂到底在讲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，他在讲一件你此刻正在经历的事情。你正在听我的声音，你脑海里正在形成某种理解，你可能正在评判我讲的好不好。这整套体验从头到尾都是你的识在变现。你以为你在听一个叫王立杰的人讲课，其实你在看一场你自己的意识为你上演的实时演出。但这个讲给你听的我和正在听的你，以及我们之间正在发生的这场所谓的理解，全都是假说。不是说它不再发生，而是说它没有一个可以被固定下来的自信。它正在发生，同时它也正在消散。世亲写完这30颂之后放下了笔，他没有解释，没有注脚，没有附录，就那么停了。这个停本身就是第31颂。你觉得这些是1500年前古人的学问吗？试试看。今天晚上，在你准备发脾气的那个瞬间，或者在你刷到一条让你焦虑的消息的那个瞬间，停1秒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，这个反应是从哪里来的？你会发现世亲在1500年前写下的那些字，此刻正在你身上运行着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